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上期关凌纯险胜鬼王山尊，王马预计副作用再发作，七窍流血，被断言命不久矣。在比赛开始前，王马平安无事的回来了。随着主持念出参赛选手凯种萨帕因后，活力40到有点吵闹的青年带着他17胜0败的战绩登场，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场比赛已经被人暗中操盘定好胜负了。操控这场比赛的人正是东洋电力的素水社长。萨帕因的对手是出赛的老渔夫赫鲁吉成，有着徒手勒死大白鲨、击退国际大盗的战绩。这是他首次登场全员大赛，台上的加奥朗一口断定萨帕因会赢，他俩是旧相识。15岁的加奥朗在泰国拳击比赛第一次见面，虽然加奥朗赢了比赛，但萨帕因却是唯一一个没有昏迷的选手。自那之后，加奥朗就被萨帕因当作命运的敌人，不断追逐他的脚步，甭管是训练还是吃饭洗澡，萨帕因就一直在找他比赛。妈的，又来一对是吧？而这场比赛按原定的假赛计划，就是赫鲁故意失去平衡，让萨帕因取胜。两位主持人稍作分析，认为体型庞大的赫鲁在力道上占据优势，萨帕因想要取胜，只能设法躲避赫鲁的攻击。这时两边陷入战斗，赫鲁的起势动作有些奇怪，随着裁判挥手落下，谁也没想到的，率先出击的竟是需要躲避攻击的萨帕因。面对横冲直撞的萨帕因，常年的海中与动辄数吨重的海鲸搏斗，赫鲁的姿势正是手持捕鲸叉的姿势，肉眼看见撞击萨帕因的只有拳头，实际上赫鲁正手持鲸叉撞上了萨帕因的腹部，这就是赫鲁的金藏。假赛竟然变成了真赛，黎明之村的社长傻眼，网贷水产老板却只能硬着头皮上，一旦输掉比赛，他们的一切都完了。萨帕因并没有倒地不起，反而近身一拳将赫鲁的脸打偏过去，赫鲁拳头擦着萨帕因而过，而萨帕因的拳头正中赫鲁腹部。他用的并非泰拳，而是缅甸拳。缅甸拳起源于1400年前，和泰拳的打法不尽相同，但缅甸拳采用拳套攻击，讲究赤手空拳，毫无防备的快速攻击。人体的骨骼脆弱，不适合直接进攻，但在多次骨折之下，骨骼会修复后适应加固。缅甸拳正是如此练成人体骨骼的拳法。在萨帕因的进攻下，赫鲁单膝着地，躲过萨帕因的侧踢，一把拽过萨帕因的手臂，手刀瞬间劈中萨帕因的颈椎，最后一拳正中萨帕因面部红心，青年顿时倒地不起。网贷社长向黎明之村的老板道歉，因为这一战如果不赢，他们网贷渔民就彻底完了。观众大惊，脊椎一旦被击中，大脑可就无法控制身体了。出乎意料，作为进攻方的赫鲁居然手指骨折了。萨帕因再一次站了起来，他从缅甸学拳开始，每天都在锻炼头颅的硬度，赫鲁那一击根本伤不到他。面对萨帕因的解释，赫鲁面无表情的将手指拧了回去，继续进攻。萨帕因躲过他的拳头，再次进攻，小踢腿扭曲了赫鲁的膝盖，接着又是连续出拳侧踢，萨帕因翻身扫腿，正中赫鲁的太阳穴。不曾想这一脚踢出了个平衡怪物。没错，因为赫鲁常年在海中作业，患上了晕路症，在陆地上难以保持平衡，而萨帕因一脚踢中太阳穴，导致赫鲁脑袋晃悠，竟像回到了大海之中，获得了微妙的平衡，仅靠着脚趾就能站稳在地，其核心力量不输亚当，平衡度堪比泽田。网贷社长看出来了，赫鲁是故意让帕萨因踢的他，对于赫鲁的牺牲他很感谢，现在只有赢下比赛，才有希望从东洋电力的手中挽救渔民的饭碗。赫鲁翻身起跳，一脚砸在萨帕因身上，萨帕因不退反进，双臂竖起，身体前倾。从这一刻看来，他的攻击和自杀无异，两边同时冲刺。在撞上的几秒前，俩人都没有想好该用哪一招制敌，但萨帕因率先踢中赫鲁的腹部，被抓着腿摔在地上。他又一次起跳进攻，赫鲁双臂合拢，将他抱紧在怀中。只可惜最后溅起的血液是属于赫鲁的，他被肘击颈椎，当场失去了意识。而这场假赛最开始就是东洋电力公司用渔民码头胁迫网贷水产参加全员大赛，并被迫假赛。为了渔民的生活，网贷社长只好答应。但很快赫鲁收到神秘录像，发现了东洋电力公司素水社长的真正计划，所以他们改变主意要打赢比赛。遗憾的是，比赛失败了。黎明之村的社长劝网贷社长快逃，素水肯定不会放过叛徒的，他愿意帮忙照顾赫鲁。另一边，黄阴学院的秘书带着童生刹那见到了山下，童生刹那知道是山下王马的雇主，于是产生了爱屋及乌的想法。同时磕 CP 上头了的松田秘书惊恐地发现，原来他心爱的毛茸茸莫奇玩偶下居然藏着个肌肉猛汉。
第10场比赛即将开始，场上居然出现了游乐园的音乐，这音乐唤醒了初见全和黄英理事长的初恋故事。等下，你俩以前有一腿？不对，初见全你居然劈腿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没等俩人旧情复发，高达2米的玩偶男路过，直接将交谈中的初见全和理事长震撼到了。这只玩偶登场的时候，确实给观众们吓得不轻，再加上他一个踢腿就将面罩切开，可爱玩偶头下藏着个泪流满面的不良，这毁童年程度堪比哆啦 A 梦6宫格呀！根津正己是代表命运乐园参赛的斗技者，他曾是称霸一方的暴走族大哥，因为是莫奇的死忠粉，被命运乐园社长用担当莫奇玩偶扮演者的资格哄进公司卖命打工。而他的对手则是黄金娱乐的玉雷凌，作为理事长的李奶的对象，从一出现俩人就不断的撒狗粮。现在玉雷凌出来比赛，脑子里想的也是快点结束比赛去找李奶。玉雷凌出身杀手世家，学习的是1200年前的神秘暗杀术雷心流，通过9天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抛弃肉体的限制和思考的大脑，将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在这种状态下，玉雷凌击败了自己的师傅，于是雷心流的名号和代称传到了他手中。裁判宣布比赛开始，根津举拳冲刺，突然眼前一花，他下巴立刻红肿起来，整个人大脑失去意识，倒地不起，瞬间秒杀，和若龟武士一样。第二个在全运大赛瞬秒对手的人出现了，作为玉雷凌下场比赛对手的萨帕因看得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和玉雷凌交手。输了比赛的根津找到小伙伴白鸭，说出了一切真相。他是莫奇的死忠粉没错，就是因为太喜欢命运乐园了，得知东洋电力公司要收购乐园时，对这个臭名昭著公司厌恶不已的根津，才答应了条件来参加全员大赛，并打算在赢下比赛之后彻底放弃梦想。现在丢人的输掉了比赛，根津一蹶不振，打算直接躺平。白鸭一摘头套，露出一个漂亮女生，妹子也是不良辣妹的大姐头。面对妹子这辈子跟定你的宣言，根津再次振作起来。好家伙，原来你也是带着对象参加比赛的。得，你跟玉雷凌打了一架，虽然输了比赛，却收获了爱情。只有爷和观众收获了管饱的狗粮。抛开人生赢家的俩人，视线移回赛场，比赛还在继续。这一次参赛的是来自台湾的中日混血二阶堂莲。大哥，有话好好说，别乱脱衣服。这也是首次登场比赛，穿条裤子吧你？看看松田秘书都上火成啥样了。而莲的对手则是有美兽之称的童声刹那，黄英学院的代表人。这两人一登场，在场女性观众顿时兴奋了起来。面对体格健美的二人，杰瑞也不好评判谁的实力更强。他注意到莲身后有一个奇怪的文章，二阶堂莲学习的拳法是天狼拳。面对莲的挑衅，童声面无表情，身下看着童声的表情瞬间打了个寒战。莲调查过童声的流派，无影流是日本经典柔道之一，狼和狐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裁判一声令下，莲刺拳突袭，竟然划破了童声的脸颊。还没等他为自己的速度高兴，童声竟绕到他身后，一拳扭曲了莲的肩膀。童声非常的愤怒，他的身体可是属于王马的东西，莲划伤了他的脸，就让莲用生命来赔偿。速度上失了优势，莲只能勉强躲过童声的攻击。童声和木黑是同类型的疯子，莲有特殊技巧应对这种人。他双手合十，奥义骑龙，童声踮脚用出了虎影流顺，莲眼中失去了刹那的身影。他立刻闭眼用听力去感知，在童声靠近他的瞬间，莲合拢的手掌打开，刺耳的声波传了出来。莲在童声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童声刹那瞳孔震颤，紧接着莲一记上勾拳将他打飞出去。这时杰瑞终于想起莲背后的文章了，这是失落已久的日式中国拳法天狼拳。天狼拳的奥义分3个阶段：虚压缩空气，对1.5米范围的敌人造成音爆攻击；幻瞬间催眠敌人使其失去意识；光寸劲开天，将敌人用剑震开。失落拳法本是令人兴奋的，但莲明明才是进攻的人，自己却呕出了一口血。原来在他的催眠的瞬间，童声就攻击了他。这个催眠居然放出了一个怪物，童声的身体出现了虚影，这是他的阿修罗觉醒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莲再次反击，但他的拳头只打到虚影，刹那轻松避开莲的所有进攻，将这个自信满满的拳师戏耍了一番。莲恼羞成怒，一声国粹 CNM 无能狂怒，童声单手抓住他的手臂抡在地面，被踩在脚下的莲受尽屈辱，起声叫嚷着要给童声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对方已经绕到他身后，轻声细语地告诉莲，虎影流只有2招，瞬以及罗刹掌。莲根本来不及说出投降，刹那轻点他的胸口，冲击力瞬间扭曲了莲心脏处的肌肉，他咳出一口血跪倒在地，生死不明。裁判立刻宣布胜者为童声刹那。被王马注视的童声甚至有闲心对他抛去飞吻，两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赛场上见面了。